我出生就是哑巴，父母为了我的婚事愁得不行。还好我们傅氏家大业大，我不愁娶不到老婆。我原本想着是找个温柔贤惠的过完这一生，可我没想到长辈给我选择了沈家的大小姐沈婉婉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记得手都要比划断了。我和沈婉婉是死对头，况且她还有个青梅竹马的小男友，我这样从中间横插一刀算怎么回事？我只希望下半辈子可以安安静静的度过，我不想被卷到他们的恋爱中去。可惜我是个哑巴，没人在意我的想法。我就这么在双方长辈的撮合下和沈婉婉结婚。婚宴当天，我黑着脸站在沈婉婉身边，好在她也笑不出来。我们俩就都拉着一张脸接受到场嘉宾的祝福，一直到贺安言出现，沈婉婉那张死人脸上才出现了一丝笑意。真是恶心，打扮得跟个新郎一样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今天结婚呢。我在心里不停地咒骂贺安言。沈婉婉突然转过来看着我，眼神里透出一丝警告。我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用眼神示意他怎么了。沈婉婉警告的眼神再次飘来，语气里带着微微怒意，说话放尊重点。真是可笑，我是个哑巴，我说什么话了？我在心里继续咒骂贺安言，连带着沈婉婉也一起骂，但表面上还是装得云淡风轻。打手语问他什么发生什么事了，沈婉婉脸色黑了一度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傅行昭，你是不是在心里骂我们呢？我靠，这沈婉婉是会读心术吗？我余光瞥他一眼，继续在心里想着，小说情节照进现实，这货会读心术。心里虽然这么想，但表面还是装作一副疑惑不解的模样。我就不信你能把我心里想的在大庭广众放出来。我笃定他没这个本事，继续在心里臭骂他，连带着整个沈家都骂了一遍。傅行昭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沈婉婉丢下这句话，带着贺安言去了其他商业大佬的桌前敬酒。他们这副浓情蜜意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是他们结婚呢。散场的时候，贺安言对沈婉婉的留恋就差直接写在脸上了。沈婉婉的爸妈也走到门口送客，看到两人腻腻歪歪的，非但没有说什么，沈婉婉他妈还笑眯眯的拉着我先走。傅行昭，他们很久没见，让他们多聊聊，我们去车上等他们。我笑着点头，内心什么样的妈养出什么样的女儿，不要脸的女儿果然有个不要脸的妈。沈婉婉，我注意到她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但我只以为她是因为我走得慢不高兴，怎么都不会往读心术那方面想。跟她挥手示意的时候，我还顺便在心里骂了他爸一句，傻杯女儿的爹也是傻杯。沈婉婉和我还有他妈在车上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沈婉婉和他爸才慢吞吞的过来。他开口对他妈说，我和傅行昭回我们自己那边。他妈愣了下，刚想追问，被他爸一个眼神给阻止了。他妈反应过来，笑得意味深长，好好，你俩回去自己睡。我一下车，他们的车子一脚油门就开远了。沈婉婉站在原地，一点也没有要回家的意思。我纳闷地看向他，你不仅对贺安言有意见，你对我爸妈也有意见，怎么我心里骂了谁他都知道？我看沈婉婉的眼神更纳闷了，但沈婉婉没有告诉我她有读心术，她只是冷冷地警告我，不要去为难贺安言。当初我跟他分手的时候，他已经够伤心的了，有多伤心呢？大概哭了2分钟，然后就深情地跟沈婉婉说，就算你跟别人结婚了，我也会永远等你。贺安言今天盛装打扮，还故意发朋友圈，穿上西装跟你站在同一个地方，是不是也算当过你的新郎？那条动态现在就在他的朋友圈这里，是他对沈婉婉最炽热的爱，也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就凭这一条，我哪怕真的为难他了，也是合情合理吧。偏偏沈婉婉为了他来警告我，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大胆开麦，既然这么相爱，怎么没勇气跟我提离婚？要不是为了让我妈安心，我才不会娶你。就你这傻杯样，还有脸嫌弃我是哑巴？你是长了嘴能说话，但也没见你说出几句人话。傅行昭，沈婉婉忍无可忍，咬牙叫了我的名字。我正沉浸在骂人里，被吓了一跳，只用眼神询问他怎么了。沈婉婉，你骂我是傻杯？虽然我骂的都是事实，但被人当场抓包的感觉还是很社死。我打手语问沈婉婉，你怎么知道我骂你傻杯？沈婉婉她不想跟我透露读心术的事，勉强找了个借口，看你的表情都知道了，用脸就骂得很脏。我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不敢相信自己表情管理突然变得这么差，然后换上真诚的微笑，同时用手语告诉他，没有骂你傻杯。沈婉婉闭了闭眼，一脸被我气到内伤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我假装什么都没看出来，转身自顾自朝着车子走去，可是心情却如同这绵绵的夜色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窥不见任何天光。我一直都知道沈婉婉是为了钱才跟我结婚的，她嫌弃我是个哑巴，幸好我也不喜欢她。相处的这1年多，我所有的忍耐都是装出来的。医生说我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大概3个月。最后这一程，
我不想让他再有任何的担心。就算我讨厌沈婉婉，就算我根本不想跟沈婉婉结婚，但为了我妈，我可以再忍忍。然而老天似乎不怎么喜欢我，我检查出来得了癌症，一直帮我妈看病的医生比我还难过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？我也很难过，但难过的同时又有点高兴。如果我也死掉的话，那我就又可以和妈妈在一起了，那样也很好。当晚我留在了医院，很迟的时候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是沈婉婉的朋友打过来的。他说：“姐夫，婉婉喝醉了，你来接一下。”旁边有人急切地提醒他：“你二逼吧，姐夫是哑巴不会说话的，你让他怎么回答你？”哦，他的音调染上了几分尴尬。姐夫，我快死了。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脏，在每一次呼吸间都带来尖锐的刺痛。那些压抑许久的渴望突然都冲了上来，像困兽最后的挣扎。我想尽快跟沈婉婉离婚，她应该也会同意的。毕竟这1年多来，她看我的眼神从来都带着若有似无的怜悯和厌烦。只是现在离婚还有个冷静期，1个月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但对我来说太珍贵了。我想在生前就跟沈婉婉断得干干净净，死后也不用做富家的鬼。所以我去把沈婉婉接回了家。她喝得很醉，乖乖地躺在沙发上，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。以往这种时候，我都会去厨房给她煮一碗醒酒汤，然后帮她换好衣服，扶她去床上睡觉。但今天我只是静静地坐在边上，我在等她清醒，然后立刻跟她提出离婚。沈婉婉从小娇生惯养，婚后又被我照顾得很好，在沙发上躺了一小会，她就觉得不舒服，皱着眉坐了起来。我定定地看着她，大概是我此刻的眼神太冷了，猛然四目相对。沈婉婉愣了一下，好似酒意都清醒了几分。你盯着我干嘛？她有些不耐烦地问我。我给她打手语，我们离婚吧。沈婉婉看不懂，共同生活的这1年，她对我了解甚少，那些稍微复杂一点的手语或者不常用到的，她都看不懂，因为从未想过去了解。我忍不住在心底冷笑了一声，跟傻贝沟通真是费劲。我转而拿起手机，打下一行字给她看：我们离婚吧。沈婉婉的酒意还未全醒，乍然间看到离婚这2个字，她有点懵。离婚？谁跟谁离婚？我指指她，然后又指指自己。这下沈婉婉总算明白过来了，可她不敢相信，我一个哑巴居然敢跟她提离婚。她气笑了：你不会以为跟我离了婚，还会有大把的女人等着你挑吧？我摇摇头，但眼神依然坚定。沈婉婉更气了：好，你要离婚，我同意，但之前说好的那些事一概不许变，你家的注资也不可能退。我点头，就当那些钱是用来买我妈这1年多的开心。虽然耗资大了点，但买卖已成，也没有要人退回来的道理。沈婉婉对我的行为表达了12万分的疑惑，她甚至连说话语速都变慢了。傅行昭，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这个问题本该第一时间问的。倘若她对我有一点点感情，正因为不爱，所以她先表达了她的气愤，然后才询问缘由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对她笑了笑。起身之际，沈婉婉却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重复问道：为什么突然非要离婚？损失巨大，没有原因，就这么突然提了离婚。她应该是被众星捧月惯了，所以无法接受被一个哑巴甩了。但如果仔细想一下，她就应该高兴。离了婚，她可以光明正大的跟贺安言在一起，婚礼、名分，所有贺安言想要的，她终于都能给，多好。还记得傅家刚上门提亲时，我也曾想过要跟沈婉婉好好过日子，就算没有爱情，能相敬如宾，安安稳稳一辈子也是好的。外人只看到我们家现在很有钱，却不知道我爸刚走的时候，我和我妈差点被人害死。我妈总担心没人要我，更担心我婚后会受欺负，所以她倾尽一切去帮沈家，帮沈婉婉，只希望我婚后能过得开心点，再开心点。可惜婚礼那天，我就受尽了难堪。我也曾跟沈婉婉提过，希望她能跟贺安言去交涉一下，让贺安言把那条朋友圈置顶给删了。但沈婉婉说，别人要发什么是别人的自由，你凭什么去管他？还有，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也是我的自由，你不要来管我。我就是从那一刻意识到，沈婉婉这种人连跟我相敬如宾的资格都没有。后来我也再没有管过她，只是在沈婉婉看来，我的存在就是对她的一种约束。幸好现在这种约束也要解除了，我要死了。现在这种约束也要解除了，我要死了。你终于自由了。我的心声落下，沈婉婉攥着我的手突然松开了，她的眼神里全是震惊，但我不知道她听到了我的心声，还庆幸她不再追问离婚的原因。我也正好不用解释，毕竟她不爱我，不关心我，我死不死的，她又有什么好在乎的呢？说的多了反而掉价。我转身一步一步朝着楼上卧室走去，每走一步就忍不住叹息一句，
可惜了他那张脸，要是人品再好点，就无敌了。贺安言也没有多爱他吧，要不然怎么舍得让他背负出轨的骂名？他们锁死也挺好的，祸害完了我，至少不用再去祸害别人。只是好遗憾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竟不知道情爱到底为何物。如果遇到一个好一点的人，或许也能体验一回。沈婉婉，不配。我回房睡觉后，沈婉婉出门找朋友去了。对方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一看他的脸色就猜到他心情不好，而且他身上酒气很重，衣服也乱糟糟的。苏一问他跟傅行昭吵架了，沈婉婉斜他一眼，烦他猜得准，又烦他猜得不准，提离婚可比吵架严重多了。还有傅行昭生病了，好像挺严重的。沈婉婉端起面前的杯子，一仰头喝了个精光，然而熟悉的酒精味并没有传来，只有一股茶香。他这才想起来，他和苏一喝的是茶，不是酒。你怎么突然把酒戒了？什么突然？都戒了2年了，但2年前你戒的那会很突然。苏一没接话，沈婉婉又道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因为为男生才戒酒的吧？他对你影响这么大？苏一也斜他一眼，你怎么喝个茶也这么多话？沈婉婉低头嗤笑了声。过了好一会，苏一又突然道，影响是很大，他不见了，我的生活好像都死了。可他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也没见你多稀罕他，所以珍惜要趁早。你也是。他们那群人按照年纪排了大小，苏一虽然是他们的大姐，但平时很少说教，尤其在感情方面。这个凌晨，或许是大家心里都不痛快，才会难得的敞开话匣。婉婉，你对傅行昭和贺安言到底怎么想的？我对贺安言早就没什么了，就是那时候分手太突然，对他打击挺大的，觉得对不起他。我对贺安言早就没什么了，就是那时候分手太突然，对他打击挺大的，觉得对不起他。想要补偿点。那傅行昭呢？傅行昭，沈婉婉沉吟了好一阵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还是苏一猜的，习惯了，日久生情。沈婉婉，有点吧。在我今晚突然提出离婚后，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习惯是个多么可怕的东西。那一瞬间，他的脑海里闪过日后下班回来家里空荡荡的场景，让他莫名烦躁。于是苏一劝他，既然对前任放下了，就不要伤害身边的人。沈婉婉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多大道理？因为失去过。苏一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听姐一句劝，好好对傅行昭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沈婉婉，我后悔个滴的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莫名的慌，那种慌乱像细密的针，扎得他坐立难安。苏一冷笑一声，你最好能一直这么嘴硬下去。第二天我起床后发现沈婉婉不在，就给她发了信息，你去哪里了？沈婉婉没回。过了会，门外传来动静，我以为是沈婉婉回来了，毕竟昨晚提了离婚的事，她也算同意了。今天该去民政局一趟，可我打开门，却看到外面站着的人是贺安言，他对我的态度一向不太友好。沈婉婉不在旁边，更是嘲讽的肆无忌惮。我们谈谈吧。他顿了顿，故意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你是个哑巴。他跟沈婉婉一样，长了嘴能说话，但不会说人话。不过我挺想知道的，他要找我谈什么？以什么资格跟我谈？我往旁边让了让，示意他进来。贺安言略诧异地挑了下眉，随后进屋坐在沙发上。我转身去拿了支笔，准备待会跟他对话用。贺安言开口却先问了句，客人来了，你不倒杯水吗？他算哪门子客人？幸好我不爱沈婉婉，要不然他就是敌人。幸好我不爱沈婉婉，要不然他就是敌人。我笑着低头写了句，有话直说，别浪费时间。贺安言顿时冷斥，怎么，你以为你跟婉婉结婚，这辈子就能高枕无忧了？你们迟早会离婚，是我的婉婉嫁给了我，才换来一时的高枕无忧。当初要不是我家注资，沈家早就破产了。虽然现在沈家缓过来了，但也不敢一脚把我踢开。如果我不提离婚，沈婉婉应该会一直跟我过下去。他贺安言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。我冷冷淡淡地看过去，没有剑拔弩张，没有放狠话，却将高下在一个眼神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贺安言被我激怒，猛地站了起来，你不就有点钱吗？可你再有钱，你也是个哑巴。我问过婉婉了，你们结婚1年多，她从来没有让你碰过。就算你不离婚，你们也不可能有孩子。你爸死了，你妈也快要死了，等你死了，你的一切就……啪！清脆的耳光声响彻整个客厅。贺安言被我打得摔在了沙发上，他捂着脸，好半晌起不来。我打得很重，自己的手心都麻了。谁让他提我爸妈呢？他想要沈婉婉，我可以给他，但他提我的家人，还说死不死的就活该挨打。贺安言回过神来后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，他其实是想打我的，但门外传来声音，他知道是沈婉婉回来了，所以他要把委屈演到极致。沈婉婉也没有让他失望，一进门看到他脸上挨了巴掌的痕迹，立刻就冲着我问，
傅行昭，你干什么？又来了。这样的戏码不知道上演多少次了。有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他们偷情游戏里的一环，让他们更有刺激感。但今天我不想玩了，我转头拿起手机，解锁后开始播放录音。是之前每一次贺安言单独跟我相处时，他对我的嘲讽、羞辱以及谩骂，那些难听至极的词汇，伴随着冷笑声，从贺安言的嘴里流畅的一句一句往外蹦。贺安言听傻了，沈婉婉也傻了。录音还未放完，贺安言已经回过神来，想要抢走我的手机。贺安言，沈婉婉终于开口，冷沉的语调下是克制的怒火。贺安言惊慌地看向他，强行辩解：婉婉，那些话不是我说的，都是他合成的，他污蔑我。沈婉婉闭了闭眼，你出去，婉婉，出去，不要让我再说第3遍。贺安言咬着唇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他的演技真的很好，说哭就哭。要是进军演艺圈，说不定还能拿一座奥斯卡的小金人。贺安言走后，沈婉婉见我冷着脸，难得的轻声细语：我们谈谈。说的话都跟贺安言一样，更讨厌了。我冷笑一下，拿起先前的纸笔，写下一行字：除了离婚的事，没什么好谈的。早上我去医院看你妈了，结婚1年多，这还是头一次她单独去看我妈。在我提了离婚之后，我不觉得惊喜，只有厌恶。你提的条件我都答应了，你还去找我妈干嘛？你生病的事，你妈还不知道吧？她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我震惊的猛然起身，脸上的淡定也碎了一地。沈婉婉抬眸盯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：你不用写字了，你心里想什么我能听到。这已经不是炸裂了，而是刷新认知。难怪之前我在心里骂他爸，骂他妈，骂贺安言，他都会来质问原来我骂的每句话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从什么时候能听到的？半年前你从医院回来的那晚，我妈的病情就是从那天突然恶化的。医生当时说还有一种治疗方案可以试一试，但是成功的几率不大。那晚我妈睡下后，我在她的病床前坐到凌晨2点。护工阿姨原本已经回家睡了，半夜又突然回到医院。她握着我的手说：傅行昭，我不放心你，一个拿钱办事的外人，深夜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，只是因为不放心我。而沈婉婉那晚在外面喝到烂醉，还是和贺安言一起。贺安言光明正大的发了朋友圈，他们在狂欢，我却痛不能言，连哭都是没有声音的。我没想到沈婉婉有读心术的节点，就是在那一天。那晚凌晨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她也刚刚到家。印象中她好像因为我脸臭，轻声嘀咕了一句。当时我太难过了，以为她是在嫌弃我没有照顾醉酒的她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她是看我脸色很难看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没有理她，但她却在那个瞬间听到了我心里的话。为什么要让我妈生病？沈婉婉这么混蛋，让她生病才对，她才该死。沈婉婉说，一开始她也不敢相信自己能听到我的心声，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听到，她才逐渐习惯。而且我每次都是脸上笑嘻嘻，心里 MMP。10次心声里面有8次是在骂她，剩下的2次是骂她爸妈，还有骂贺安言。沈婉婉说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小心眼的人，你容不得我和贺安言分手后还是朋友，总在心里偷偷骂他。我不知道，原来他也骂过你，骂的可多了，还骂得很难听。但他和贺安言都没想到我会录音，每一次都录了。原本也没想拿出来捶贺安言，只是想着有点东西在手上，万一真遇到什么事也不会太被动。可贺安言偏要送上门来让我捶，我要是还不捶，往后他岂不是更嚣张？我冷冷地看着沈婉婉，直接用心声问他，你现在都知道了，然后呢？沈婉婉抿了抿唇，欲言又止。她不想谈贺安言的事，我也不勉强，转而问她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办手续。沈婉婉，傅行昭，你现在应该好好治疗，我做什么不做什么，不用你管。这是当初他说过的话，现在我还给他。话音落下，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反应，起身走人。我站在病房门口，听见里面传来沈婉婉的声音，阿姨，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和傅行昭雨越下越大，我们结婚3年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妈妈脸上的笑容僵住，手中的橘子滚落在地。沈婉婉背对着我，声音清晰而冷漠，他不过是个哑巴，要不是看在他爸爸留下的股份。我轻轻关上门，转身走向护士站。护工阿姨看见我，笑着迎上来，早上沈小姐来过了。我点点头，她看我一点也不惊讶，又轻声问道，你们是不是好了？我摇头，同时拿出手机打下一行字给她看，我们要离婚了。护工阿姨吓一跳，握紧了我的手，是她提的吗？不是我提的。我在手机上飞快地打字，是我不要沈婉婉了。就算她在外人眼里长相出众，能力超群，可她不爱我，不关心我，所以我不要了。
护工阿姨看我神情坚定，顿时猜到了几分。她心疼道：“那你以后怎么办呢？爸爸早就走了，妈妈也要走了，自己又重病缠身，就算有很多的钱，却买不到一个贴心的人。”护工阿姨好似比我还难过，眼眶都红了。我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，怕视线对上了就会哭，但我的哭发不出声音，无声的痛苦似回旋镖，随着眼泪流出去，又在无形之中往回扎在我自己的心尖上。那种感觉我太熟悉了，很疼很疼，让人恨不得当下就死掉。护工阿姨说，沈婉婉早上跟我妈单独聊了很久，后来沈婉婉离开，我妈悄悄抹了眼泪。护工阿姨不敢多问，怕我妈更伤心，但我想知道，我打字问我妈，早上沈婉婉来跟你说了什么，还能说什么？我妈笑得很灿烂，说你们最近感情升温了，让我等着抱孙子。她不会。怎么不会？我妈轻轻地白了我一眼，你之前不也一直说婉婉对你很好吗？那都是我编的，为了让谎言更具说服力，我甚至还会给自己买一些礼物，假装是沈婉婉送给我的。在我妈眼里，沈婉婉虽然忙了点，但是对我还不错。事到如今，我要亲自拆穿自己的谎言了。妈妈，我和沈婉婉要离婚了。我妈并没有太震惊，只是稍稍讶异了一下，便柔声问我，是不是婉婉欺负你了？她喜欢的人不是我。这样，我妈伸手抱住我，强撑的平静在刹那间一泻千里。她哽咽了，我们傅行昭这么好，她不喜欢是她的损失，就是辛苦你了。为了妈妈忍了这么久。我摇摇头，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虽然沈婉婉在婚后依然跟贺安言纠缠不清，但我不爱她，所以我不会伤心难过，只觉得可笑。唯一让我伤心的就是我没有早点提离婚，没有早点把真相告诉我妈，以至于让我妈从沈婉婉的嘴里听到那句她不喜欢我。想必早上沈婉婉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我妈一定很伤心吧，自己捧在手心的宝被人那样嫌弃。我妈哭，我也哭，但我妈边哭边安慰我，没事的，我们傅行昭这么好，以后肯定会遇到更好的人，就让姓沈的后悔去吧。我笑着点头，内心却很清楚，沈婉婉不会后悔的，我也没有以后了。沈婉婉大概是担心资金的问题，一直拖着不肯离婚。我给她发了好几次信息，她要么说在忙，要么就是不回复。忍无可忍，我把离婚的事捅到了她爸妈那里，然后她爸妈就炸了。你跟贺安言之间的那点事，我们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你也要有点分寸，不能让傅行昭受不了。他要是把事情闹大，以他单亲又是哑巴的身份，公众肯定更同情他，到时候会影响你的名声，更会影响公司的股价。马上去跟傅行昭道歉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婚。骂完了沈婉婉，他们转头又来跟我打感情牌，提了很多东西来医院看我妈，跟我妈说他们有多满意我，婉婉有什么不对的，我们会骂他，让他及时改正。傅行昭，你可不能因为一时生气就提离婚，夫妻间提这两个字最伤感情了。感情，我跟沈婉婉那个傻贝之间有感情。刚好一脚跨进病房的沈婉婉一字不落地听完了我的心声，她黑了脸，我满眼无辜，顺便在心里补上一句大傻贝，反正不管我怎么骂他，只有他听得见。在他爸妈眼里，我都是受委屈的那一方。沈婉婉有口难言，干脆把我叫到了外面，除了离婚，其他的事我都能答应你。我在外面养女人，你也能答应。傅行昭，早点离婚吧，至少在我死之前还我一个清净。你就那么讨厌我？沈婉婉会问出这句话，我着实没想到，但她此刻的表情却又是认真的。她说，傅行昭，我们重新试试好不好？我怀疑沈婉婉被她爸妈逼疯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说出这么神经质的话？我跟她之间开始过吗？既然不曾开始，又何来的重新试试？我在心里很郑重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对她说，沈婉婉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哪怕是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也只是想要好好过日子，跟喜欢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趁现在我还愿意跟你好聚好散，我们去办离婚手续。再拖下去，我不介意起诉离婚，到时候闹得难看，反正不是丢我一个人的脸。沈婉婉被我气得冷笑连连，咬牙道，傅行昭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过奖。正当沈婉婉被我气得快要吐血的时候，护工阿姨忽然急匆匆地跑来叫我，傅行昭。我抬眼看去，对上她满是焦急的视线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不好的预感如涟漪般一圈又一圈的在心湖荡漾开。护工阿姨让我快回病房，你妈不行了，正找你呢。耳边似有惊雷劈下，一片嗡嗡声，幸好有护工阿姨一路扶着我带着我，才让我快速回到病房。医生和护士都来了，乌泱泱的围了一圈。沈婉婉的爸妈看上去也挺着急的，他妈还来安慰我，傅行昭，你别担心，我们找最好的医生，一定能治好你妈的。治不好了，我们家这么有钱，什么药都买得起，多贵的医生都请得来，只有生死无法改变。医生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后，
很无奈的回头对我们摇了摇头。那一刻，我好像听到自己的心轻轻的碎开了。医生和护士散开，我看到我妈朝我伸手，本能而机械的，我走上前，颤抖着握住了她的手。傅行昭，我妈的声音变得很轻，气若游丝。妈妈要走了，你别哭。我想听她的话，想让她安安心心的走，可我的泪腺根本不受我的控制，眼泪一直往外冒。我妈抬起另一只手，想要给我擦眼泪，但她太虚弱了，只抬起了一点点，就又掉下去了。傅行昭，别哭。我拼命点头，张着嘴想要说话。我记得自己小时候也是能发出声音的，叫过爸爸，叫过妈妈。如果这个时候能喊一声妈妈，是不是也能少一点遗憾？可我喊不出来，无论我怎么把嘴巴张大，就是没有声音从我的嘴里出去。我站在手术室门口，白炽灯的光线刺得眼睛发疼。沈婉婉俯身靠近，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。傅行昭，等你出来，我们就真的两清了。她的礼服裙摆扫过我的脚背，那上面还沾着民政局门口的灰尘。我忽然想起领证那天，她也是穿着这样的礼服，只不过那时她眼底有光，而现在只剩下疲惫。好，我在心里说，其实我想问，如果手术失败，她会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？但这个问题太矫情，我终究没有让它变成心声。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，沈婉婉的身影在逐渐变窄的门缝里变得越来越小，她的嘴唇动了动，好像说了什么，但我没听清。麻醉剂开始起作用，意识渐渐模糊，最后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我妈临终前拉着沈婉婉的手，低声下气求她放过我的样子。真可笑，到了最后，我还是成了她的累赘。手术很成功，醒来时沈婉婉不在，护士说她在确认手术成功后就直接离开了医院，连病房都没进。也好，这样干脆利落，才像她。我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沈家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。出院那天，天空飘着细雨，我独自打车回到空荡荡的家里。房子还是那个房子，只是更加冷清了。我给自己泡了杯茶，坐在窗前看雨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沈婉婉发来的短信：傅行昭，恭喜出院。另外，沈氏集团今天正式宣布破产清算，我们两不相欠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他坚持要在我手术当天离婚，是为了保住最后一点体面。原来他穿礼服是为了出席最后的董事会。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，直到屏幕暗下去，雨越下越大，敲打着玻璃窗。我起身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最底下的抽屉，里面放着一份泛黄的诊断书。3年前我就知道，就算找到配型，手术成功率也不到10%。我笑了笑，把诊断书撕碎，扔进垃圾桶。沈婉婉永远不会知道，那天在手术室里，医生看到我的真实病历后震惊的表情，也不会知道我私下找过主刀医生，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告诉沈婉婉手术很成功，就让他以为我终于如他所愿，好好活下去了吧。这是我最后能为他做的事。窗外的雨停了，天边出现一道彩虹。我拿起手机，删掉了沈婉婉的号码。再见，我轻声说，这一次是真的再见了。傅行昭，别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其实一点都不怕，看上去更怕的人是他。也许在那个凌晨，苏一的话点醒了他，也许日久真的生了情，只是太迟了，都太迟了。我的手术很成功，出院前，沈氏集团的律师来找我，让我签一些文件，是离婚后沈婉婉主动要求对我的补偿，折合下来差不多还了一半我家当初注资的钱。律师说这是沈婉婉的能力范围内能给我的最大补偿了。沈婉婉没有出现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既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。沈婉婉的爸妈低调了很多，哪怕有八卦媒体当面询问沈婉婉的事，他们也都避而不谈。我把家里的财产都换成了账户余额，然后离开了。那天的天气很不好，一直在下雨。我站在机场的玻璃幕墙前看外面落雨，忽然间从倒影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可回头看去，来来往往的人群里皆是陌生的脸庞，他们行色匆匆，都在奔向更好的人生。无暇来时路。2年后，农历新年，久不露面的沈婉婉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则动态：新年快乐。配图是一张机场的背景照，只是照片里除了玻璃，并无人影。大家好像都不知道她在祝谁新年快乐，又好像都知道。众多点赞，无意评论。沈婉婉发完动态后，正准备放下手机，忽然进来一个陌生电话号码，归属地显示国外。接通后，电话那头先是沉默了许久，然后传来一句新年快乐，不是心声，是真正从喉咙里发出来的，动听如天籁的声音。沈婉婉没有回复，那边也很快挂了电话。可这一天成了沈婉婉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新年。她说新年快乐，傅行昭，你也快乐。